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健康汉语。看到了这一期视频的封面图片，大家是不是认为我今天要讲吃？的确，我今天要讲吃，但实际上又与吃没什么关系。中国有许多美食，我们中国人也很会吃，同时在中文里有很多有吃这个字的词汇，但实际上这些词汇所要表达的意思跟吃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词汇。第一个词，吃败仗。败就是失败，仗就是打仗。在战场上失败了，我们叫吃了败仗，或者吃败仗了。你看它跟吃没有关系吧？不是因为没有吃饱而打了败仗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只要是打了败仗，我们都叫吃败仗。这个词除了用在军事方面，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。例如体育比赛，在比赛中如果输给了对手，我们就说这个运动员或者这支球队吃败仗了。另外也可以用在市场竞争上。由于日本的汽车质量好，价格便宜，使得美国的汽车在市场竞争中吃了败仗。第二个词，吃亏。亏就是缺少的意思，吃亏就是指利益受到了损失。比如两个小朋友打架，力气大的小朋友把力气小的小朋友的脸给打肿了，这样挨打的这个小朋友就吃亏了。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，一件商品的价格是6欧元，顾客付了10欧元，本来应该找给顾客4欧元，可是店主算错账了，找给了顾客6欧元，这下店主就亏了2欧元。我们就说店主吃亏了，还可以说吃大亏和吃小亏。如果损失只是2欧元，那只是吃了一个小亏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推荐投资数字货币，如果你一不小心相信了，拿出了很多钱去投资，结果损失了几万欧元，没有好好的调查，没有认真的思考，轻易的相信了别人的话，结果吃了大亏。我去一家公司工作，我的报酬是每工作1小时获得10欧元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在公司里和我干一样工作的其他同事，他们每工作1小时能够得到15欧元。跟其他人相比，我的老板付给我的钱少了，我吃亏了。还有一个说法叫吃哑巴亏。哑巴就是不能说话，是一种疾病。吃哑巴亏就是吃亏以后不能说出来，吃亏以后心情不好，说出来还能够发泄一下，心里舒服一些。可能是担心别人笑话，或者吃亏的这件事情里有一些细节是我不能说的秘密，所以这件事我不能跟别人说，这就叫吃了哑巴亏。吃惊，吃惊是指出现了奇怪的事情。
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比如，刚出生的婴儿就会游泳了，我感到很吃惊。口吃，口吃是一种疾病，在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不能连续完整的把它说完。在《国王的演讲》这部电影里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就有口吃的问题，他经过治疗和训练，最终克服了口吃。吃拳，拳就是拳头。在两个人打架的时候，一个人挥舞着拳头去打别人，嘴里喊着吃我一拳，还有吃刀、吃棍，这些词常见于武侠小说里。吃官司，官司就是指的诉讼。如果你与别人发生了纠纷，别人到法院控告你，或者说把你给告了，你就会接到法院的传票。这个时候你就吃官司了。也许我们中国人太爱吃了，也太会吃了，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，借用了吃这个字来表达很多与吃没有关系的事情。这样的词还很多，这些词大多数都是非正式的。在今天介绍的这些词汇里，只有吃惊和口吃是可以用于正式场合的，其他的都是在口语中应用。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继续这个话题。再见。